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《吞噬天地》完全版，今天应该是第17期，北伐篇的第3部分。这里打的是郭嘉、典韦和庞德。先把郭嘉推了吧。典韦的兵力不像话，有4万。我给他弄个陷阱，失败了。诸葛亮陷阱失败了，可能就给今天的视频定下了一个基调。咱们讲道理郭嘉摆了一个八卦阵，我去解决他2个兵士吧。咱们讲道理，在这个时期，郭嘉、典韦、庞德，他们哥仨的粉头色已经很高了。结果同时出现在这里，这陷阱计全体失败。你看人家黄忠就一个石头砸了9000人。我觉得诸葛亮和姜维应该反省一下，这次陷阱给我成吧。是用了3次，成了1次。那可是典韦啊。姜维是生门，一下差点被捅趴一下。我不知道谁是生门，因为这个版本呢，你的生门不是你自己安排的。刚才郭嘉什么情况？给兵士加了一下血是吗？加满了。可以。这是怎么想的呢？黄忠上次攻击上一轮也是2中1。好，庞德和典韦的兵都空下来了，这样他不至于一个奋战就干掉我一个人。那郭嘉也扑街，总攻了。那剧情呢？这里这哥仨是终于是挂了。前方不远就是葫芦谷了，这儿有一把弄龙剑拿着。本期视频虽然时长不是很长，但是实际上我玩的时候1个多小时。那其中有1个小时的时间用在了路上，就是去做茶叶、茶还有水的任务。好，到葫芦谷了。睡一觉，存个档。这里要打曹操啊，万一被偷袭就没了。像这种战斗，万一被偷袭，许褚1枪捅趴下你一个人。对面八卦阵，看一下曹操最大策略值300匹。300匹呀，想想就累。来吧，对着摆八卦。火神计，咱们搞许褚吧，因为对面这个货一看就是最傻的。对，诸葛亮要用6甲天书把火先灭了。行了，这次战斗相对公平了。哇，曹操真狠啊！一刀砍了自己7000多。解阵计不行啊，我先要把对面的八卦解开。我解阵不会用我的解阵计的，因为万一不成功呢，是吧？所以我的方法就是拆人。把对面的人拆了，一了百了。这陷阱计，诸葛亮你想什么呢？我去！
一把火烧了7000多。继续拆。刚才那个金线机用错了，好，这次成了。啊，诸葛亮又失败，哎，又把阵给我解了。许褚的攻击力没多少了，夏侯惇和曹仁好像是已经互相用了2回合的这个烟雾了。八卦阵再摆上，诸葛亮第3次陷阱，看看夏侯惇中不中吧？差不多吧，夏侯惇的智力也不高，哦，中18000。曹操的火神，姜维呢是穿着藤甲，所以被烧的时候特别疼。不过他240的智力啊，我不是很担心他。继续搞陷阱，就测试一下自己成功率到底是多少。哦，姜维又成功！你看人家姜维，我怎么感觉他用陷阱计，你看比诸葛亮要好多了呢？他虽然剩1000兵了，那你也限他个500啊！对面2个智力较低的已经扑街了。行了，正常打了，侧免了。啊，这次侧免还成，就是一次就成功了。因为用侧免我也有失败的时候，而且不少。姜维攻击第1下没成，等了剩曹仁和曹操了。银仙计总攻了，兵多就是麻烦。原版是不会给他们这么多兵的。哦，曹操还给了一个飞龙兜，那打完呢回鲁城。告诉咱们曹丕来了。另外还有一件事情，就是这里呢要派出一个人，或者是关索，或者是关兴，他呢会永久的离队。我一般是选择让关兴，因为关兴是用剑的，和姜维武器冲突。关索呢是拿刀的。贾诩，哦，244的智力。后边那俩货是2代。诸葛亮的陷阱计又失败了啊！哎，他是扔到张虎头上了吧？我觉得成功率应该很高啊。你前面你说对面兵少，好，你失败了也就失败了，这满着兵呢。哎，这就是让我一下子失去耐心，干脆总攻了算了。我的天，包饺子喂猪嘛。
哇，这阵容啊，他没注意到，那我走了。我要去攻打下边这个关隘，睡一觉。150够了，不睡，直接上了。我决一死战啊！这是曹丕带领的最强阵容了，本人4万兵，防御力250。你看夏侯霸是230，这个一般他们的主将的防御力就茫茫高，你想打他9999是很困难的。先从夏侯霸开始打吧，然后陈群这种也要重点照顾。哦，赵云是生门，感谢曹老板的提醒，不然我都不知道一字阵哦，好刚啊！哇，一字阵，用一字阵打八卦阵。好，他们连续3个人 A 到我生门，把赵云打趴下了。归心丹我还没几个呢，等后面打洛阳的时候再用吧。人数不足，咱们打个时间差都不成。暗杀技，好狠！但这个暗杀技我用的话，实在是套出了一个免击，让诸葛亮没被秒，算是捡着吧。这真的啊，生门被连 A 了3次，这个几率也不是很高吧？还是说对面的 AI 现在很聪明了，给自己加血了。这夏侯威没多少兵了，先打他也成。啊，赵云一记金仙技都没满，怎么诸葛亮的金仙技的效果比赵云还差呢？人家赵云起码回了7000多。这诸葛亮才回6000多，怎么想的？哦，对面的阵已经破了，文聘的兵不多啊，接着撸他吧。曹丕的技我不是很害怕，他又不是司马懿。陈群的完腹技，打完。这里一个支付单，睡一觉。不睡也成，其实咱们野营帐已经够了。好，这里呢来中落雷，行了，曹丕退场。落雷技，游戏里边有个道具是落雷书，你是可以用出落雷技的，但是威力吧也就那么回事儿。你可以想象成相当于2个连弩。就劈一下是2000兵左右，而且是群体攻击。他要好茶，好茶的话回天水来拿。给大家解释一下这里的茶任务的机制。完全版这个版本呢，你有3个地方可以搞到茶，3个地方可以搞到水，3个地方可以搞到茶具。但是如果你想复活庞统的话，你需要回天水、高老庄还有吉平那里，回这3个地方把这个任务做了，你才能够得到黄石公的认可，给你一个复活后面庞统的线索。否则呢，这个庞统啊你就别要了。
高老庄咱们也回来了一下，又回来交差。其实这个路是非常的远的，大家想一下，咱们是在黄石宫这里，回去呢要穿过葫芦谷，经过鲁城，然后呢，陈仓街亭这一段很远很远，中间还有一个迷宫需要穿过去。好，这是吉平这里，管他要茶具。这样你的评价都是最高的，都是最好的茶、最好的水、最好的茶具。然后呢，回去交差。上上下下，左右上下。好，黄石公呢给了一个介绍信。咱们先去把落雷破了。上上下下，左右上下。你等司马懿念完台词之后，然后再用。好，这样就成功了。那小的时候经常在红白机上不成功，是很多小伙伴可能按的速度稍慢一点。司马懿65500，两个儿子加一起85000。领了2个还算废柴吧。八卦阵，这仗咱们有巨大优势，所以就随便打了。因为对面每回合都会被烧一次。哦，赵云是生门又被捅中了，暗杀。我这个阵容呢，把关锁已经换下去了，换成魏延了。原因啊，就是打造出来的武器呢，斧子的攻击力比刀要高。我就想速战速决，节约点时间啊，结果这里总分开。斧子攻击力是255，刀应该是245，还是240啊？姜维的基石技好，主要是把它清掉。啊，对面使用了，哎，这免击真的是恶心啊！你就快点让我砍了呗！这里几乎是一个剧情的必胜战。唉，就我为什么要着急这样总攻啊？就是因为，这个版本呢，敌方的兵力太多了，就打起来特别耗时间。原版的话，节奏比这快好多。啊，每烧一回合还会分开这。啊，行了，这2货终于趴下了。最终决战的难度要比现在高多了。这里买药，9转还魂丹。这个丹药呢，咱们再加上黄石公的介绍信，赤松子会把这个药送给咱们，去复活疼痛。所以这里的逻辑是这样的。咱们去找赤松子，因为他把药丢了。你给他药之后呢，他会告诉你走出奇门八阵的方法。
这小房子真小。来，先用一下九转丹。然后呢，再用介绍信。九转丹又还给咱们，就等于咱们其实是用1000块钱买的药，又用这个药复活了庞统。庞统呢就值1000块钱。回到黄石公这儿，这样庞统呢重新入队了。另外，这里要跟大家说一下，我之前录制的时候呢，打长安那里呢花屏了，可能比较细心看我视频的小伙伴会发现，最近2期的画面刷新率都有点问题，到那里就比较严重花屏了。所以呢，我就用我上次直播的时候打长安的视频，在这里剪了一下。打。张辽，你加入呗。哎，他加入了也当不了主力，武力太低了，220，基本上是马代的水平。好，有2个傻子，哇，这2代真是不行啊！2代，五子的2代都是傻子。侧面230的侧面，干张辽，得了几把剑，2把剑。智障直接暗杀不行啊！这个游戏的暗杀对我来说太不友好。伏兵，你们把张辽砍倒。伪退击啊！伪退击，我的伪退击成功率也不高。啊，刚才的伏兵失败了是吧？刚才的伏兵计失败了。把前3个打倒就可以总攻了。免技消失了，我不会那么倒霉，这1回合没撑过去吧？是的，伪推成功的话会好打很多。但是咱们眼瞅要总攻了，无所谓了。哦，姜维是生门，不是伏兵是2次攻击，而且自动反击1次。那好，长安打下来了，时间差不多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